Ceramic 是一档由42号车库出品的辅助驾驶评测栏目。我们不接受任何商业合作，所有测试车均为自购车辆或第三方平台租赁车辆。我们不看配置表，所有结论均通过实测数据得出，只为帮你选出最靠谱的辅助驾驶。啊，你变，给你能的。开始了，哇，特斯拉直接别人特斯拉，你摁喇叭也不管。会不会？哎呀，冲出去了！哎呀！首先和大家说一声抱歉啊，上海封控已经2个多月了，我一直想等解封了之后回到办公室的棚内来给大家录制，包括呢我们还有一些需要补拍的镜头，但是2个多月了一直没有解封，真的是等不住了，所以画面跟收音呢可能会比较将就，还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见谅。上期视频里面我们介绍了导航辅助驾驶其实是分为导航和辅助驾驶2个部分。辅助驾驶呢可以做到根据前车的速度主动加减速，并在车道线清晰的路段长时间稳定的保持在车道中间行驶。在车机设置导航目的地之后呢，系统则可以在原来辅助驾驶的基础上实现自动进出匝道、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调节限速。上一期视频里面呢，我们重点介绍了特里魏鹏实测的匝道表现。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强烈推荐你先回去看上一期。本期节目呢，我们会对比这4辆车的变道策略和人机共驾策略，并给出最终评分。匝道能力是导航辅助驾驶的基础，但是真正决定效率和体验的是被很多人忽视的变道策略。毕竟在一段行程中的匝道占比一定是远低于变道的。在江浙沪车流相对密集的高速环境下，我们很难一直在一条车道上行驶。我相信在超车道龟速行驶的情况大家肯定都遇到过，所以一个出色的变道策略就很关键了。为了评价出这4辆车变道策略的好坏，我们从变道速度差和目标车道空间要求2个维度设置了6个测试项目。我们在跑高速的时候萌生变道想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前车慢了，所以和前车的速度差就是触发变道的第一道门槛。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分享一下前车一般慢到什么程度你会受不了主动变道。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在不同的车道大家变道的积极性是不一样的。大部分人在上了高速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变到最左侧车道，然后进入一个巡航的状态。即使呢前面有慢车，只要不是慢的特别过分的，都不会主动变道。而在右侧车道，大部分人呢会更加积极的往左侧车道变，毕竟左侧车道大部分情况下呢都会比右侧更加通畅。说白了呢，就是该积极的时候得积极，该克制的时候得克制。我们实际体验下来，理想ONE的标定呢最细腻，根据环境和变道方向呢都做了区分。在3车道的环境下，出发从左往右变道的速度差呢是15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限速120的车道下，前车的速度低于105，系统呢就会触发变道。哎，变了。这个速度差呢，既不会因为太小导致变道过于频繁，也不会因为过大让驾驶员觉得很拖沓。这里需要注意一点是，这个速度差呢，并不需要真的等车速降到105了才会变道，只要你的车速跟前车的速度差已经达到了15，那它就会主动变道。从右往左变道的速度差呢，则在5到10公里每小时。考虑到左侧车道的速度呢，一定是快于右侧的，这样的标定逻辑呢，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往左侧汇入快车道。你看它在这个车道可以非常积极的向左边。你看它现在又好像激进了一点。在2车道的环境下呢，触发从左往右变道的速度差呢是15到20公里左右，从右往左变的速度差呢依然是5到1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策略呢可以抑制系统变到右侧货车道的积极性，同时呢也提高了从慢车道变回到快车道的积极性。我操，这次速度差只有20不到。小鹏和蔚来的策略呢类似，在3车道的情况下呢，左右变道的速度差没有区别。非常聪明啊，把前车给它超了。速度差，刚才速度差是10左右啊。2车道的情况下呢，左变右速度差会略高一些。舒服啊，它感觉，但是这么看下来，感觉它在2车道跟4车道下都差不多。
都是压速度压到15左右。特斯拉的策略呢是最简单粗暴的，只要车速差达到15公里每小时，会立马变道，不论什么环境。现在速度差是10码左右，还没有触发变道，110、106、105，还没有触发变道，触发变道了。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有疑问了？为什么这个数据和实际体验的区别这么大？为什么感觉理想的体验呢没有什么亮点，反而特斯拉呢是最频繁的？核心原因呢就是对目标车道空间要求的不同。上面一项测试呢，我们明确了不同车道慢的标准，但是真正决定要不要变道的是目标车道的空间。说白了，就是有没有位置让你变过去，这是第2道门槛。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变道前呢，不仅会看变道的那条车道前面有没有车，位置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变道，也会观察后面有没有车，位置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变道，然后综合判断最终呢能否变道。根据目标车道位置不同，我们设置了5个环境。这里呢，特斯拉对目标车道空间要求是最小的，前方车辆呢只要快于我方车辆，车辆呢位置处于负值即可发起变道。后方有车的话呢，也只是空间只要足够就会立刻发起变道。后面完全不顾后面汉的死活，直接一把拉了过来。不过汉没有闪远光灯，非常的给力啊！识别到了，又要开始了。哇，特斯拉直接别人，特斯拉你摁喇叭也不管。这样的策略和激进的人类驾驶员呢非常相似，也会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变道空间，在车流密集的环境下呢，仍然可以自由的变道。这背后呢，也体现出了特斯拉扎实的变道基础。这时候我们先打灯变道，我们把后面的奔驰 C 别住了。但是遗憾的就是特斯拉呢真的不够懂中国道路的特点，变道的速度差标定呢非常粗糙，所以在2车道的环境下，特斯拉呢会特别积极的往右变道，但是受限于感知盲区呢，经常是变过去了才发现有大车，然后速度非常慢，然后又不得不再变回来，出现了多次的无效变道，体验呢并不算好。对空间要求第2低的是蔚来，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同样是前方的车辆只要快于我方车辆，车辆的位置呢处于负值即可发起变道。每次在这种情况下触发变道的感觉呢，真的很惊艳。变，哎呀，终于舒服了。对后方车辆的距离要求呢，也只是略高于特斯拉，但是也非常接近人类驾驶员的判断。来了，哎呦，后面这个现在这个车后面离我们近，这个能变过来，特别好。对，后面还有个特斯拉。有点紧张，就不变道了吧？说，你看他左边，先发，往右边了。哎呦，往右超车了，哎呦，聪明，哎呦，聪明。蔚来能把毫米波雷达调教到这样的水平，完全是我们意料之外的。我靠，这都能变过去，牛啊！我觉得蔚来真的是把毫米波用到了极限。结合变道速度差的标定，蔚来的表现呢和驾驶员的预期呢都非常接近。大部分情况下，驾驶员想变了，15秒之内车都会发起变道，兼顾了效率和体验，是这4辆车中表现最好的。小鹏 P7 对前车位置的要求呢略高，在车速快于我方车辆的情况下呢，需要前车的车尾平齐才会发起变道，这个呢也还算合理。但是对后车的要求可以说就是非常高了，不仅需要一个较大的空间才能变道过去，如果后车呢有轻微加速的趋势，系统呢也不会发起变道。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不一旦有一次等待后车来的时候，它得取消变道。之后，它这个变道的策略就会变得非常的保守。像其实左边现在的车离我们非常远，但是它也没有选择变道的。所以在车流量相对较大的环境下呢，经常卡死在一条慢车道。好，空了，它不变啊，变了。经过我们统计啊，小鹏最长一次被卡在慢车道接近5分钟，被31辆车超过，真的是非常的崩溃。哎呀，小鹏现在开得慢了，遇到慢车了。他后方有快车经过嘛，但他1分钟都没有变道，现在已经导致我一直在被别人超了，很奇怪。我不行啊，他这个后，一直不让我变道了。我现在开得很慢，才80。
对目标车道空间要求最高的呢是理想。在目标车道前车快于我方车辆的前提下呢，车辆的位置处于正直才会发起变道。对后方车辆距离的要求呢，和小鹏是差不多的。哎，又变回去了。所以啊，再出色的变道速度差标定，面对极高的空间要求也就不灵了。对于急性子测试员包哥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崩溃了。差不多该变了吧？啊？咱说真的，这都90了，咱还不变，咱这就过分了啊！咱这真的过分了啊！真的，不是我跟你吹80了，我靠，80了你不变，真的80了，快车到80了，大哥，咱变一变吧。啊，变了，这我得劝他才变。上面2项测试的参数设定呢，我们都希望一辆车的变道呢能够更加主动一些，但是变得越多，出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为了制衡出现的无效变道，我们还统计了100公里无效变道次数。不出意外的是，特斯拉的无效变道次数最多，100公里呢接近7.5次，蔚来第2只有3.7次，小鹏呢第3 3.1次，理想最少不到2.5次。特斯拉大部分无效变道呢，都主要集中在变道过于积极，但是感知能力受限，探测不到目标车道远处的慢车。变道之后呢，反而被慢车压了速度，然后丢了原来的位置。疯狂变道，检测到了。特斯拉你这太活泼了，又要往右变。我知道。变了之后就 say 拜拜。886，特斯拉886，特斯拉一直在无效变道啊。他又变回来了。无效变道啊。全都是无效变道，特斯拉。这样的问题呢，在2车道环境下呢尤为明显。好，前面速度变道了呀，速度差15，然后变完道之后发现前面有大车，好，无效变道完美。而理想小鹏的无效变道呢，主要集中在对目标车道的空间要求过高，超车之后呢，没法及时回到快车道。压住来了，也没什么，就来了104，对104，对，这个是差了16，对。但这次怎么说？你觉得这种能算有效吗？因为它其实你看前面还是无效的，没有用，你看最后还变回来了。在车流量较小的环境下呢，这4辆车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预判变道，行云流水。又超车了！我操！现在小鹏开始牛逼了，又超车了。这边多少？116，5公里每小时就超了。你看一下，现在是有亮有闪的。哟，预判变道，它虽然速度没有被压，但是它可能已经探测到前面这个车的速度是比我慢的，然后我就提前先变过来，在不影响我自己车速的情况下把它超了。但是车流量一旦变大呢，则暴露了很多问题。哎呀，每次老有车打断的。蔚来的综合体验最佳，剩下的3位呢分数接近，属于一个水平。特斯拉没有根据车道区分变道策略，而小鹏理想呢则对目标车道的空间要求过高。这里多说一点啊，2.7版本下的小鹏 P7 在空旷路况下变道时机的选择和判断呢准确性都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在车流量较大的环境下呢，变道积极性明显低于2.6的版本。有同样感受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弹幕里回应一下啊。100对2公里，牛逼！我牛，这个牛2公里，我靠，直接驶不到前面慢车，直接变。哎，这个就写的很奇怪，这个小鹏让人搞不懂。之前嘛慢的要死，降到90多它都不变，然后这次2公里它就变回来了。这个路况好和路况差，这个小鹏的 NGP 的差别很大的嘛。我也向小鹏的朋友呢求证了一下，因为他们在调研里发现比较多的用户反馈变道呢过于积极，所以降低了积极性。90，30公里每小时。在这次测试里呢，我们也发现不同的驾驶员性格对变道积极性的要求呢也有差异，所以如何平衡积极和保守是高阶辅助驾驶带来的新问题。特
特殊场景里，我们设置了雨天路况、施工路况、高精地图与实际道路不符3种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非常规路段。首先啊，我们还是建议碰到这3种情况，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接管，确保安全。我们的尝试呢，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摸索出系统能力的边界。雨天路况下表现最好的呢是小鹏和理想，只有极少数的场景会出现辅助驾驶降级的场景。毕竟啊，在 IMU 惯导和高精定位的加持下呢，蒙上眼睛，车都知道自己在哪儿。其次是特斯拉，只要雨量达到中雨，特斯拉的导航辅助呢就会主动降级为基础辅助驾驶。但是啊，好在基础辅助驾驶的表现十分稳定，而且打灯变道也可以正常使用。最后是未来，同样是中雨的情况，系统呢则存在完全无法开启的可能。iLight 未启动，请稍后再试吧。高速上大部分施工呢都会非常规矩的用锥筒摆出一道斜线，把施工的车道呢引导到旁边空旷的车道上。恰巧我们这次测试的4辆车呢都具备锥筒识别能力，但是高速行驶中想要识别到锥筒这样较小的物体，对感知算法的要求极高。表现最好的还是特斯拉，锥筒位置呢识别稳定，而且系统对锥筒呢十分敏感，只要路边上出现锥筒就会触发变道，结合极强的变道能力呢，大部分场景下都能提前远离锥筒。特斯拉自动调成了110。小鹏和理想未来呢，虽然也能识别到锥筒，但是受限于感知能力，探测到锥筒的时候呢，距离可能已经比较近了，所以留给系统变道的时间呢非常有限。再加上我们刚刚说过了，对目标车道的空间要求比较高，这也导致避让锥筒的成功率比较低。高精地图与实际道路不符的处理方式呢，是针对高精地图车型特设的测试项目。我们先来看视频。撞上去了！这个真不敢了，我操！我一直这儿真不行。来了，怎么回事？会不会？哎呀，冲出去了！哎呀，他完全相信高精地图啊！直接出去了。首先，在面对施工改道路段的时候呢，我们强烈推荐大家直接接管，不要做危险尝试。但是通过这项测试呢，仍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啊，在施工改道路段，即使标注了新的车道线，小鹏和理想呢仍然会按照高精地图的路线行驶。也就是说，在出现实际道路与高精地图不符的时候，系统呢更愿意相信高精地图的数据。视野可能会被大车遮挡啊，要做好随时踩好的。提前接管 ，NGP 即将退出。啊，这退了 ，NGP 要退了，NGP 退了，改道它退了。其实有个小问题，为什么它会这样呢？你看，其实这个路上的车道线是很明显，但是它完全是按照高精地图一样，咣一下往前冲着走。我们60的车速已经达到了，很奇怪，视觉在那边发挥作用。说明那就是它整一个这个 NGP 几乎是完全是靠着这个高精度地图这个数据嘛。这个天眼也有不灵的时候呀，很尴尬。对我来说，这个落差感挺大的，因为有高精地图有 NGP 的时候，其实这个车还是。就是这个按导航辅助驾驶非常的灵，但一旦这个高精地图失效之后，就明显的感觉这个等级一下子下了一个大级，就是体验明显打折，就有点难受。同样有高精地图辅助的未来呢，则是视觉优先于高精地图，这一点呢绝对好评。希望大家呢向未来学习。哦呦，你看我们可以自己过，我们自己过了。而没有采用高精地图的特斯拉呢，则在根源上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最后呢是人机共驾策略。今年第一期42 Mark 呢，我们详细讲了人机共驾策略的重要性。恰巧这次测试的4辆车呢都说过了，大部分呢都是一样的。强烈推荐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回去看一看，这是你和系统协作体验的关键。在这里呢，我也就不再重复了，我们重点说一说基础辅助驾驶和导航辅助驾驶有区别的地方。可视化方面，特斯拉和蔚来在基础辅助驾驶和导航辅助驾驶状态下的体验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可视化上的车道线呢，会从原来的车道变成一根引导线，显示出车辆预计的行驶轨迹。小鹏 P7 呢，在这里逆风翻盘了啊，直接把可视化拉高了一个维度。在推出导航辅助驾驶的同时，小鹏呢联合高德推出了 SR 虚拟显示，也就是辅助驾驶环境模拟显示。不是它这种车怎么识别的？就是在前面车一亮的 SR 建模的显示，什么意思呀？它是一个根据识别然后实时建模的一个东西。哦，就是前面车如果超过去，它就会那个。
不仅可以基于传感器的感知显示周围车辆，在高德高精地图的加持下呢，你所在车道的环境、对向车道的环境都一目了然，效果呢非常震撼。理想 ONE 呢同样采用了 SR 虚拟显示，不过效果上呢略逊于小鹏。一方面呢只有前向感知，而且呢不会模拟显示毫米波雷达感知的结果，周围车辆的显示呢没有小鹏多，显示的模型呢也不够小鹏那么细腻。另一方面，理想 ONE 的车机芯片呢需要同时支持中控屏和副驾2块屏幕，所以副驾在看电视的时候呢 SR 显示呢可能会出现卡顿的情况，总有一种为了上 SR 而上的感觉。你要不直接播电影得了，感觉放这个被切进去不太好。那肯定不太好。你可以直接放42的视频得了，看看自己。啊，对，那可以看自己的视频可以。啊，什么瓜哥什么都行，哎，我们轮播啊。导航辅助驾驶需要额外关注的一点就是变道确认。上面我们提到了导航辅助驾驶具备自动变道的能力，但是部分保守的车企呢，在变道前呢会发起一个提醒，只有经过驾驶员确认之后才会执行变道。其中理想和特斯拉呢每一次变道都需要确认，理想呢通过按键确认，特斯拉呢通过轻扭方向盘或者是转向灯拨杆确认。在操作的便利性上呢，理想略好于特斯拉。不过每一次变道确认呢，不仅让变道的存在感极强，确认的反应时间呢，也有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变道时机，而且每个变道场景下的缺点呢，也都会被无限放大。我同意啊，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这背后呢，确实是体验的山体滑坡。最后，我们还统计了一个数据，导航辅助驾驶的实际可用范围，这是导航辅助驾驶功能的基础。脱离了可用范围谈能力呢，那都是耍流氓。我觉得像这种江浙沪这边高速，就是车流已经非常密集了，就是大部分高速应该不会比这个再复杂了，除非那种有事故堵车的。所以我觉得能在这种高速上，比较好用的话，我觉得它的功能价值已经体现出来了。最理想的状态下，一辆车的导航辅助驾驶呢，应该是100%可用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会出现驾驶员接管、系统降级、系统退出等等这些场景。咱们不是走过吗？回程可复杂了。我操！小鹏和理想呢，因为高度依赖高精地图，施工场景呢会直接退出，同时呢，在高精定位较弱的地方，系统呢也出现了多次降级，实际可用范围呢略逊于蔚来和特斯拉。提前接管 NGP 即将退出。啊，是退了 ，NGP 要退了，NGP 退了。高速领航结束，100米。结束了。退了。经过我们实测啊，321公里的高速行程中，特斯拉蔚来实际可用范围最高达到了99.5%，也就是说这段路99.5%都是车自己在开。其次呢是小鹏98.4%，最后是理想98.1%。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是这4辆车硬件能力的排名，这是这4辆车实际体验的最终排名。硬件能力上限最高的特斯拉呢，排名垫底。从实测的变道场景、特殊场景来看呢，特斯拉的绝对能力是最强的。排名垫底的主要原因呢是策略，无论是变道还是匝道的体验呢，都是惊心动魄的，可以说是不懂中国道路环境，也可以说是压根没用心标定。这也导致了很多人买了导航辅助驾驶的软件，但是更愿意用基础辅助驾驶。如果你也是这样的特斯拉车主呢，可以弹幕里扣个1。变道倒是一气呵成啊，但是就是老是做一些无效变道的事情出来，就很奇怪。最晚发布的理想 ONE 拿到了刚刚及格的成绩，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但是在这背后，理想的自动驾驶研发从老款的理想 ONE 的供应商为主，转换到了全站自研。整体节奏上相比大家慢了一步，只能说新款理想 ONE 的表现呢是一个开始，工作的稳定性以及感知控制的能力呢都有提升的空间。最终能做到怎么样的水平，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变呀，大哥，刹车变。变呀，大哥，大哥。哎，变了！我靠，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硬件能力垫底的蔚来，在实际体验上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第二啊。相比1年前的变道不积极、匝道既无力的表现，可以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年的时候，20年末的时候，不对，21年初的时候，小鹏刚推这个功能，当时推了之后，我靠，第一次用，我感觉我靠，这不就是自动驾驶吗？但现在在我心里，这个蔚来这个就是这样。蔚来真的是把毫米波用到了极限，用毫米波实现了视觉的效果。哎，怎么下午这一路录的多顺利？这套17年定义的硬件架构能被蔚来压榨到现在的表现，着实是非常惊艳啊！而且蔚来呢，虽然也用了高精地图，但是在执行上呢，仍然采用了技术难度更高的视觉为主路线。这样的进步幅度和硬件压榨能力，也让我们无限期待全新硬件架构的 ET7 能做到怎么样的水平。小鹏 P7 极低的100公里接管次数和稳定的匝道表现，给人极强的自动感。但是需要批评的是，在车流相对较大的环境中，小鹏的变道策略仍然有比较大的优化空间。而且非常遗憾的是，过去1年小鹏的导航辅助驾驶能力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提升。这一路上真的这个 NGP 给我带来太多惊喜，虽然有一点惊吓，但大多数都是惊喜，而且确实能减低很多的那个驾驶疲劳嘛。毕竟它这个路线都帮你规划好了，你基本上只要看着路就可以了。不可否认的是，小鹏呢仍然是综合体验的王者。那总体来说，小鹏这个无效变道的这个概率不高啊。那其实大部分的变道还是有效变道，就是直接变到更快的跟车道上去。它这次整体的体验下来，我觉得小鹏的 NGP 给我的信心非常的足啊，很爽啊。但是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呢，远没有达到这一套硬件的能力上限。所以呢，也希望小鹏的辅助驾驶团队能够再接再厉，给 P7 车主们呢多一些惊喜。小鹏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变道真的很稳啊，而且它没有什么无效变道，你有没有发现？它基本上所有变道都是能给你一个，虽然它有的时候比较慢嘛，但是它至少变道的成功率是很高的。从 ACC 到辅助驾驶，再到导航辅助驾驶，车的自动化程度呢越来越高，能力范围越来越广，但是争议也越来越大。而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部分车型实际表现太差和功能太过期货上。而就我们这次实测的表现来看，在相对通畅的高速，最强的小鹏呢已经可以做到100公里一次接管了。而且我们还看到，今年即将量产的车型都换上了更加强大的传感器。越来越多的厂家也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研发自动驾驶。自动驾驶不会从天上直接掉下来，而导航辅助驾驶一定是我们实现全自动驾驶的必经之路。OK，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这期视频呢可以说是又干又硬啊，超级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来一个1键3连啊！这里是4号车库，我是63。对了，我们对导航辅助驾驶能力的探索呢，不止在高速，所以呢，我们还在高架进行了测试。这期视频呢正在策划中，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了，欢迎持续关注。采访一下我们第一次这个测试的依林同学。NOP 的同学，哇，一点都不晕车，而且不是你这个有点充值嫌疑啊，一点都不晕车，比人开还好呢。对，跟你比怎么样？啊，比我开的好多了呀。OK， 那说明你开的太差了。谁呀？这谁呀？我是鬼火少年朋友。啊，这是开小鹏的。